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我是三亮道人，那欢迎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各位朋友，今天是农历的乙巳蛇年的大年初一啊。三亮道人呢，我怀着满满的幸福祝福啊，向每一位朋友拜年了。愿大家呢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财源广进。那无论你此刻身处何地啊，这一份来自春节的喜庆和祝愿都会伴随你的左右。那今天的直播啊，我们将和您一起分享喜悦和幸福，那也分享大年初一这一天的习俗和禁忌，以及如何利用这一天的特殊能量为您增运。那直播的最后呢，还有专门的这个祈福的环节。如果您一直在线啊，您到时候呢接收到这份祝福，让我们一起共度幸福祥和的大年初一。那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春节啊，春节的由来呢，它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啊，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数千年前的这个农业社会。这个地位相当于西方这个国外朋友们过圣诞节的感觉了。对啊，这个因为作为这个华人来讲，那咱们把这个春节是看得非常的重。那古人呢，通过观察天象，制定历法，将每年最寒冬啊结束新春这个开始的这个时间，我们称为是岁首。它的意思呢是辞旧迎新啊，祈福纳祥啊。春节呢最初称为是元日，或者是叫岁旦啊，直到的汉代呢才被正式的定义为春节啊。这个节日呢承载着华夏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情感，那与家庭的团聚啊、感恩自然、祈求平安的一种体现。那刚才道长您说了，其实关于春节是有很多这种习俗和传说的。对啊，我相信可能很多我们的朋友都听过一个和春节最密切的一个传说了，那就是关于年。对，我们传说中年是一种怪物嘛，对，就是它每到这一天的时候，它就会出来危害人间啊。后来这个我们就采取这种除夕是吧，包括放爆竹这些习俗，其实都是和这个有关的。那我想这个李老师，你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今天咱们是大年初一，那关于大年初一还有哪些这种习俗啊、禁忌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年初一啊，一般我们到春节大年30的这天晚上都会要这个熬夜啊，对啊，要过了这个0点才会去休息。那么到第二天正好是大年初一，大年初一也是从初一一直到15，它每一天的这个活动啊都是不一样的。那大年初一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般我们大年初一的清晨，全家老少都会换上新的衣服给长辈拜年啊，表达新年的祝福。那家中呢也会迎接亲朋好友啊，相互之间呢来道贺这个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您说穿新衣这个，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小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物质也不是特别的丰富，生活条件也是比较低的。那个时候一年也穿不了几件新衣服，是吧？对。但是到过年这一天，一定是有新衣服的。对。而且如果是比较讲究的家庭的话，那就不光是孩子了，可能这个全家人都会尽量的去给自己整一套这种新的行头啊。对，新年新气象嘛，就是过去。这个再穷的时候，你包括那个黄世仁啊，那个喜儿，也会买不了新衣服，他买一个红头绳往头上啊一系，也是一个喜庆的寓意。哎，还真是，就说这个，哪怕是在那么就说贫苦的家庭里面，但是赶到春节这一天，哪怕是用一根，就道长您说的，用一根红头绳，他也要体现这样一种过节的氛围出来。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放炮竹。
放炮竹呢，这是咱中国的这个春节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活动啊。那春节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象征着驱邪纳福。点燃炮竹以后呢，它是噼里啪啦的作响，预示着新的一年会红红火火。刚才我们讲那个过年的时候有年这种怪兽嘛，其实可能很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会知道，这个放爆竹这个竹，最早的时候它还真是就是烧竹子，最早的时候没有发明火药嘛，对对对，就是把这个竹筒放在火盆里面去烧，烧烧完了之后，砰一下，它就炸了，是吧？受热以后，它就要砰一声，然后就像，所以后来就叫爆竹啊，从这来的啊。当然，您看这几年这个很多这个国内的很多大陆的很多城市啊，它因为环保的关系禁放是吧？不让大家放鞭炮、放烟花。对。但是这几年我感觉这种毕竟是几千年的传统了，摁不住啊。现在我感觉有很多城市慢慢的都有恢复了。对，它实际上还是恢复的好。一些东西呢，因为中国的这个传统里边呢，放炮竹是辟邪的。我们在上完坟回去的路上，我们就要找一个地方，围着汽车放一放炮竹，就是寓意就是把这些阴邪的东西给驱赶走。包括你发现了没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疫情啊，2022年春节有的地方放炮了，就突然一下子这个病毒好像就突然消失了，没有了。这个就是我们认为用科学的解释，它用这个可能是硫磺，因为它产生大量的硫磺，把这个细菌给杀灭了也好，或者是用这个传统文化来讲，把这个邪魔给驱赶走了也好，反正是我的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包括我们那个地方，春节你前面那几年都没有放，尤其是到了这个2020年那一年，2020年那年就是全国上下，包括农村，禁止燃放这个鞭炮，结果恰恰就是在这一年的春节期间大爆发，而且不让放炮竹，连续这个2021这2年都没让放炮竹，一直在肆虐这个疫情。那到了2022年的年末，2023年的年初这个春节，确切说是23年的年初这个春节的时候，有的地方就开始放炮竹了，一放炮竹，疫情突然就无影无踪了，很奇怪。您讲到这个，我也突然间想起来，就是在疫情期间，这个在老百姓里边也流传了一个说法。你看当时因为了控制疫情，就建了很多临时的方舱医院。对吧？对，在百姓里边就有一个传了一个说法，就您看很多地方方舱医院的选址的地点，有的叫雷神山，有的过去叫火神庙，是吧？对对对对，就是你看他在选这种，所以当时就流传了一种说法嘛，就看来这个相生相克的道理，其实大家也都明白，对吧？对，为了控制疫情，那我就是不是雷呀、火呀，它其实是可以克制这些东西的呢？对呀，这个邪魔，你看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一个这个雷部、雷霆，这个雷霆、雷部呢，就是主要就是什么降妖伏魔的。我们道家里边这个有这个雷法这个降妖伏魔呀、驱邪病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用的，杠杠的。所以这个邪魔这些歪道的就害怕雷，所以这个老百姓就有一个这个说法，人不能做坏事儿，做坏事儿就要遭雷劈的，最起码这人他会有一个这个信仰，有这一个底线他不至于什么坏事都去做，有一个敬畏之心，有一个敬畏之心呢。但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我们想想放鞭炮，它的那种感觉还真是，你看它有巨大的响声，像雷一样。对，它有火光，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放鞭炮它真还是就是它本身就是能驱邪的对对对，那除了这个放炮竹驱邪以外呢，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叫贴春联红色的春联呢，能够
装点家居啊，又寄托着美好的愿景。那春联的内容呢，也基本上都是一些吉祥语。那例如呢，福满人间、财源广进啊，这个内容。那道长，您说这个春联哈，我们选这个大红的颜色，对，它是不是也有这种在颜色上来说，在五行里边也有相生相克的意思在里边？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五行学说呀，它把这个红色是五行里边是为火的，火啊，火红的嘛，啊，它这个本身红色就可以辟邪。那中国人呢，就把这个红色一般定义为喜事啊，这个吉祥啊，辟邪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颜色。所以说呢，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啊，贴上对联，贴上门神，对，哎，这样呢，邪祟就不敢进家里边了。对，我就记得小时候那个时候贴春联，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家里边的大门嘛，还有很多，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没见过了，就是我们叫双扇儿的门，啊，一个大门是有两个门页的那种，是吧？对，刚好两边呢，就是那时候的这个春联跟现在也不一样，好像除了两边的那个对联之外，中间是要有两幅画的，好像是门神呀，还是财神呀，还是？那是门神，不是财神。这个门神呢，因为这个也是从这个唐朝啊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李世民是不是有两个大将军？是吧？我记不清了这个。一个是尉迟恭，一个是秦琼。那李世民呢，他这个晚上总是做噩梦啊，梦见有人来杀他，或者梦见一些这个妖魔鬼怪。然后呢，他让他手下的尉迟恭和秦琼站在门口，哎，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做噩梦了。所以这个鬼神也害怕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些人。我们说这些大将军身上可能杀气也重啊，这个所以说呢，老百姓呢，他为了这个避免邪祟进家，哎，就把这个尉迟恭和秦琼的画像贴在了门上，哎，照样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个老百姓请不起两个大将军来站岗，就把它变成这个年画的形式，是吧？贴在门上。对。哦，门神的来历就是从这样来的，就从这里来的。啊，说到这儿呢，实际上我又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这个我一个徒弟啊，他的奶奶给他托梦呢，在外边的时候啊，他奶奶找到他了，他说他想回家啊，回不了家，问他孙子怎么办？他说那你为什么回不了家呢？说你们家那个门口有2员大将军把门，我进不去，不敢进。哦，可能很多朋友没听太明白，就是道长您讲的意思，其实他奶奶已经去世了，去世给他托梦，托梦说想回家看一看，但是进不了家，见到自己的家门不敢进，不敢进，有2个大将军把门，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贴这个门神，春节时候贴门神贴对联，它确实是有作用的。您讲到这，我又想起小时候的一个也是春节期间的一个事情。我小时候为这还挨了一顿训。这个大年初一嘛，这个初一初二的时候，跟家里的大人一起去农村去走亲戚，走亲访友嘛，拜年。啊，然后就在村里面看见家家门上贴的都是门神也好，对吧？刚才咱们说的春联也好。然后我就看见一家大门上这个春联不是红色的。是蓝色的。我那时可能也就上小学的年龄吧，就不懂嘛。你那家里面，然后就大声的去问，就可大声的去问，哎，你怎么？你看他家的怎么样？那就被大人训了一顿。小孩不懂事，不要乱说话。对。但是也没给我解释。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这家里面有特殊的情况哈。一般像这种，他家里边春节不贴这个红色春联，如果贴蓝色的春联，啊，那就证明他家里边这个前一段时间有老人去世了，啊，有老人去世了。中国的这个传统有的是当年啊不贴这个红色的这个春联啊，害怕这个老人的这个魂魄呀想回家看一看。我就是想起您刚才讲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吧？那你要贴个门神，其实并不是，对吧？就他可能就回不来嘛。对，红色就是辟邪、喜庆的
我的印象里边，我不知道我记得正确不正确。我的印象里边，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对这个事情比较留心了嘛。就是我记得好像还有绿色的，我不知道是我记错了。可以，它只要不是红色就行，什么绿色的、白色的、蓝色的都可以。啊，就说并不是说一定是要对，我就在我的印象里，因为从那一次挨过一顿训之后，我就算记住这个事儿了，所以就特别留意，我就发现还有绿，就是用绿纸写的这种。啊，他一般不会用这个红色。就是老人头一年呢去世了，有的地区呢可能是时间长一点，有的3年之内，这个家里边春节的时候不贴这个红色的这个门帘，贴成其他颜色的，也是有这种习俗的。咱们聊到贴春联这个习俗，我就觉得在中国这个贴春联这个事情就特别有意思。也是小时候就是感觉很有趣儿嘛。就是可能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的时候，觉得就是，一般贴春联，李老师，我不知道你们在当地的习俗是什么？我们是除夕的白天，就要贴了。一般来说都是到大概下午的时间吧。那个时候就是自己用面粉打一盆浆糊，对吧？再用点水熬一盆浆糊，然后去刷春联哈。对。然后就是如果说你不在家过年，就是晚上要去父母家呀，或者去其他人家过年呢，那走之前也必须把春联贴好。春联也贴好，对。是吧？然后就还是说我们小时去农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什么的，哎，突然间发现，鸡窝上贴的有。猪圈上贴的有，这个牛棚上贴的有，对，6畜去温，哎，对，这个什么这个6戌兴旺是吧？这个鸡鸭成群，对，还有那个过去那个李老师您应该也知道那个家里面还有那个谷仓，就是放那个五谷丰登啊，对，五谷丰登是吧？对，那个时候没有小汽车，架子车。架子车上贴的也有，对，日行千里，夜行800。所以我就觉得，您看中国人他真的对一年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节日，就真的是特别的非常隆重，非常隆重。现在呢，不光是这个大陆是这样，有很多的这个在国外的一些中国城啊，也都是把春节做得对，非常的好。李老师，您经常在世界各地这个帮大家解决问题呢，海外这些习俗还有这么浓吗？非常的浓，你像那个洛杉矶和中国城包括这个东南亚一些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呀，一到春节的时候非常的红火，而且现在欧洲很多地方也是，像法国人还喜欢过中国的这个春节，到处都是挂的红灯笼很好看的，很有那个年味儿。对，我们经常从您看这几天的这个新闻里边能看到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在庆祝春节嘛。对我觉得他们在有些传统上保留的，我们现在都没了，不常见。比如说昨天看新闻来看，就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在唐人街上舞狮子。还有那个我们小时候才见那种叫旱船，我们那叫玩旱船，对吧？玩旱船各种这种社火表演吧。我觉得现在国内好像这种氛围还没有他们那个浓厚呢。就是前天我才从法国回来那个地方它的这个华人街也是这个像你说的那张灯结彩、划旱船都有，对很漂亮的。是的。那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祭祖就是这老人故去了，那么这个头一年呢是不能贴红色春联，对也以免这个老人回来想进门进不去，所以中国的这个对这个祭祖这个习俗也是非常看重的。是的因为它表达了对先人的这种缅怀和这种敬重。家家户户呢，很多地方都会在家里边供奉这个祖先的牌位，并供上这个贡品这个点上香祈福尤其是很多地方就是大年30的时候家里边包的饺子给这个祖先这个牌位这个供上饺子，供上菜酒，也让他们一块儿和家人团聚。我为什么老说小时候农村的事情呢？因为确实这些年感觉随着社会这个
整个节奏越来越快，然后人也都流动的全国各地都是吧？但是我觉得小时候真的是您说的这些习俗，我记得也是小时候在农村就见过。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一个村庄里面同一个姓的人就特别多嘛，可能都是一大家子，我们说沾亲带故的这种，是吧？七大姑八大姨，对，看到他们那是真的隆重啊，就是在一个村里面最年长的一个这个老人的这个带领下，全村的这种男性还都是男性，我记得特别清，就是在一起去拜祖，有的讲究一点的，可能还有祠堂啊，还有庙啊这些，对啊，对，当然这个是比较大的村落，就是他家族人员成员是比较多。对，那现在呢，很多小的这种村落，它没有这种祠堂，但是也会去坟地里边，去这个烧纸啊，上香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坟。那上坟这个习俗，它各个地方还不一样。那大部分呢，它是大年30的时候，然后把这个牌位请出来，把祖先就是请回来，然后呢，晚上吃饭的时候供，第二天大年初一再给送回去。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要不有句话叫什么呢？这个3里不同俗，10里改规矩。对，就是尤其我们这个地方很奇怪，我们这儿这个去坟地祭祖的话，就是大年初3，其他地方大年初3，大年初3，我们那个地方是最好是在除夕之前。除夕之前，对，就不要等过完年了再去。我们那个地方的习俗，对，每个地方它不一样。对你看，祭祖对于祭祖这个事儿来讲，就是基本上全国统一的就是清明节要去祭祖，但是有的地方这个中元节就是盂兰盆节，对，佛教叫盂兰盆节，就是阴历的7月15，7月15我们也去祭祖，但是有的地方它很多是不去的。好像还有3月3。3月3这个祭祖有的地方也有，但是这个祭祖是祭什么呢？就是伏羲氏人祖爷，这是祭的始祖。那在河南淮阳这个地方，河南淮阳县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庙会，这个庙会就是淮阳伏羲陵庙会。它大到什么程度？它是1个月的时间，从每年的农历的2月初2一直到3月初3结束。3月初3这一天呢，是正式的，就是祭拜伏羲氏人祖爷，因为他的陵墓在河南淮阳县这个中心的这个地方，每天人流量达到80万人。我知道，我还知道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每年这个庙会上有一个摊位。就是第1号的摊位，位置最好的那个摊位，拍卖能拍出几百万的天价。对，1个月的时间。对，光卖那个，他们当地有个特产叫什么？叫杠子馍还是叫石头馍？好像叫石头馍，好像他那个就卖那个馍，对，卖1个月，光摊位费上百万的，就能发大财。哇，看这个，所以我觉得道长就是您看。不管是国内也好，海外也好，咱们华人他实际上他是很重视传承的，对，所以他对祖先的这种地位，对祖先的这种感情、这种敬重，他是不管华人在哪，可能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完全一样的。对，还不光是这些，还有很多禁忌呢。春节一般我们不过初5是不扫地的，大年初1尤其是大年初1不能打扫卫生，但是到年底的时候呢，就大年30，那一天呢都需要把这个卫生打扫一下，30之前要打扫干净，把这些垃圾都清理出去。我们说20几24扫房子是吧？是24吧？23是小年嘛，农历23小年，好像就是24扫房子。就您说的，春节之前要把屋里打扫干净，对，打扫干净。但是从大年初1这一天就不可以再打扫卫生。我说，你看道长，中国有这么多传统习俗，但是因为小朋友毕竟懂得少嘛，
您给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就一直在想，哎呀，我小时候就是个反面教材。这个犯禁忌的事，我估计我都干过。待会我给你分享好多有意思。您比如说这个，我们讲不扫地是吧？对，我也破坏过这个规矩。干嘛呢？春节从除夕到春节，按我们老家的习俗啊，大大小小的鞭炮，按照不同的规矩要放好多挂。对。所以院子里边就全是那个放完炮以后的那个纸花嘛，红色的碎屑是吧？纸花。然后那时小朋友呢，我们就干一件事情，去里边要去捡啊，找这个没有爆的那个没有响的鞭炮，然后再拿去玩嘛。虽然现在可能感觉很危险，但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大家都玩这个，然后去捡呢，就感觉不好捡，太多了，就用脚也没拿扫帚。就把那个东西就踢来踢去的嘛，对，哎呀，就又被大人训一顿。后来才知道有这个规矩，就是过年放炮的那个地下的碎屑，在我们当地的规矩是在大年初三之前，也是不能扫的，就让它碎在那，满地都是，不要管它。对啊，不能扫。寓意呢，就是说不能把这些好运和财富扫走。哎。因为它放的炮也是吉利的，红色的啊，这个地上全部都是红彤彤的一大片，所以是不可以动的。再一个呢，还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以免这个，尤其是一些像那个死字儿、穷字儿这些负面的这些词汇，因为是词语言它都会有一些能量，所以呢，这些不好听的负面的词语不要讲，啊。最好多用一些什么呢？祈福类的、喜庆的话语，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新年好啊，恭喜发财呀，恭喜发财啊，对，越是吉祥的越多说。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口吐莲花，啊，有的人可能是比较熟了，一见面总好就是损人家几句，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这个习惯。对，有时候可能其实也未必都是恶意，比如说可能感觉朋友比较熟啊，关系比较好啊，对吧？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借钱、不讨债，认为这个春节期间呢，你去借钱讨债，会让新的一年这个陷入这个财来财去的这种循环的这种不好的这种现象，所以春节期间呢，你可以春节前该讨债的讨债。该还债的还债，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习俗就是，一到这个大年30以后，就这个一直到初5，是不允许借钱和讨债的。这个道长，您讲了这么多禁忌，我突然想起您以前提醒我们的，就是说，您看，其实每一个开始都很重要。您以前经常提醒我们说，每一天的开始。对，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一年之计不要和任何人去吵架，对吧？那我想，可能春节有这么多禁忌，也是因为它是一年的开始。对。还有呢，这个禁忌还是比较多的，你不能打碎物品，打碎物品呢会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如果要是不小心打碎了。可以教大家一个这个咒语化解，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多念几遍。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不止我一个当年犯过错误了，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当年都犯过错误，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在正月里面，小朋友那时就放假了嘛，很兴奋，你知道吧？有新衣服，放鞭炮，还有压岁钱，对吧？就整天就处在很亢奋的状态里面，就容易出问题，然后不是把茶杯摔了都，然后大人就赶紧给拉过来。不过好在那几天大人也不会训自己，这是比较走运的地方。就虽然把碗摔了，但一般来说那几天大人是不会训你的，一般就您刚才说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就赶紧拉过来。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没关系，岁岁平安。这个什么挡灾了是吧？这个消灾了，挡灾了。对所以你看。过年还是挺好，所以说呢，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中国人把这个春节看得非常的重，你平时打碎个东西可能吵孩子，但是这个时候呢，孩子如果把碗什么打碎的，是不可能吵的。
是的，是的。啊，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那既然说到了这个红包啊，这个春节呀，我们到春节的时候会给孩子们呢发一些这个红包，压岁钱啊，压岁钱。这个红包文化呢，是春节最热闹的这个习俗之一。那体现了祝福与好运的这种传递。红包呢，实际上起源于压岁钱，长辈呢把这个钱呢装在红纸里边啊，送给晚辈，意味着辟邪祈福。那现在呢，这些红包的文化更融入一些现代的这些科技啊，现在我们都是用这个微信呐、或者说国外的一些朋友在手机上直接啊，对对对，有电子红包啊，还有各个大的这种支付平台将这些红包功能啊，让这个亲朋好友这个隔着千里之外就能互动庆祝。这个咱们今天是大年初一了，就是昨天晚上。那手机啊，只要一响或者一震动啊，那就第一时间抓紧时间打开，就是红包。这个就是红包来了，对，抢一下，抢完了之后呢，大家还比手气，是吧？谁手气最好？你抢的最多还是我抢的最多？我觉得可能还是道长您说的，可能在不经意之间，一种好的心情、好的情绪、好的能量，就开始互相传播了。对对，想想这个现在的感觉，这个年味儿啊，没有那个以前那么浓重了，啊，真的。这个相对来说，因为离得比较远，可能就是一个微信的问候。是的。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我们中国很讲究这个美食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啊，这些美食呢丰富多彩，每道菜呢都会有特定的这种意义。那比如说鱼呢象征着年年有余，所以我们在过春节一定是要有这道菜的，无鱼不成宴呀。对对，还有年糕啊，年糕呢意味着是年年高升啊。北方人呢爱吃饺子，对，饺子呢又像元宝，所以呢它代表了招财进宝。还有长寿面，意味着健康长寿，所以每一道菜它不仅满足了这个味觉啊，更寄托了人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的这种祝愿。这个我是南方人啊，算是这个从地理上来说算南方人道长，就因为在淮河流域嘛。对，这样的话，我也说这个道长，您刚才讲了那么多寓意很好的吃法，我们当地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南方人爱吃米饭，就是种植水稻比较多。我们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每一家都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过去我们就是烧那个地锅嘛，可能年长一些的人还有这个印象，那个锅特别大。对，我们年三十的下午一定要蒸一大锅米饭，蒸完之后呢，那个下面的火不要撤，一直用小火去干嘛呢？保温锅巴。啊，锅巴，它下面会有个大锅巴。对对对对。啊，我有特别大呀，那个锅有这么大的那个口，然后呢，把那个米饭盛出来之后呢，一定要用小火时间，就很考验技术的，还不能给它烧糊了。然后时间长的那个锅巴它会结得厚，锅巴会变得很厚很厚。然后到最后呢，一定要非常完整的把那个锅巴给它拿出来，不能吃，不能掰开，不能吃，就把它好好的放在桌子上，因为它那个锅巴是一个锅底的那个形状嘛，它的形状就特别像什么呢？像我们农村的那个谷仓，我们当地有一个叫法，这一个锅巴叫锅巴仓，仓库的仓，就是谁家能把这个锅巴做得大、做得圆、做得厚，来年就能发大财，丰收啊！来年一定会丰收。所以我觉得道长您刚才讲中国的美食，相信很多朋友，即便现在在海外啊，我相信这个可能最牵挂的就是中国的美食了。对，它不仅好吃，还有这么多文化含义在里边。对对对。那说起来，这个大年初一啊，我们都希望呢，它是新年的一个起点啊。也是这个辞旧迎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这一天呢，我们会这个祈福啊，人们怀揣着美好的愿望
祈求新的一年顺风顺水福运连连。通过风水的布置生肖开运穿搭指南，还有这个美食选择这些方法呢，我们可以为这一年奠定好的初一的这种增运让你在新春更吉祥、更如意。那讲到这个开运增运，我想过去我们这一年，我们一直跟大家朋友们在交流，在聊这个12生肖不同的这个运程运势刚好借着今年新年的第一天，我想道长您也给我们各个属相的朋友们简单的讲讲有什么好的开运方法。行我们先说说这个12生肖每个生肖呢，在新的一年里边都有不同的这个运势，因此呢，在开运的方法也是因人而异的。那在大年初一这个充满能量的日子里边适当的进行开运仪式和摆放吉祥物，可以为新的一年带来更多的这个好的能量首先呢，我们讲讲属鼠。那生肖属的在新的一年里边，可以通过整理家中北方区域来提升运势。北边对。那在12地支里边呢，因为这个鼠呢是在正北方，所以我们把这个家中北方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收拾干净整洁。那大年初一呢，建议呢在这个地方呢点燃香薰或者是摆放白色的这种装饰物，以增强财富和事业运。那此外呢，还可以佩戴这个水滴形的这种饰品，来象征着财源滚滚再一个呢，就是属牛的。那属牛的可以在大年初一选择黄色或者是棕色的物品作为装饰。那比如黄水晶的摆放能够稳定气场，增强财运。同时呢，清晨喝一杯这个温开水，它也象征着去旧年的晦气。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属虎的。那属虎的呢，这生肖虎适合在大年初一在家里边的东方的这个区域摆放绿色的植物，那象征着生机勃勃可以在家中点上一支檀香，以增强正能量的流通从而呢有利于事业的发展。那接下来呢，属兔。是生肖兔呢，在新年更要注重与家人的互动，和睦相处是开运的基础。在家中布置粉色或者是桃红色的物品，有助于提升桃花运和人际关系的运那再接下来就是属龙的。那属龙的在大年初一呢，适合摆放金色或黄色的吉祥物，那尤其是金龙这样的一些摆件可以增强他自身的这个贵人运和事业运。那另外呢，准备一碗清水供奉在家中长辈就是的照片去世人的照片，表示这个敬意还有呢，属蛇的。那属蛇的呢，可以选择在家中的东南方摆放这个紫色或绿色的饰品。东南方向那不仅呢，它可以强化个人的这个灵感和直觉，还能够有助于他人际关系的这种提升。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分享大年初一的传统习俗和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禁忌方面的一些知识帮助您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有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好，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生肖属马的吧生肖属马的适合呢在正南方放置红色的装饰物比如说这个红灯笼中国结，因为它象征着一片红火尤其是在初一的这个清晨，可以通过呢读一段祈福的文字以开启顺利的一年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待会儿在直播的最后，我们的三亮道长就会带着大家来有一个祈福仪式。好，
我们把这个祈福仪式放在我们的后面啊。好，下一个呢，我们讲一讲属羊的。那生肖属羊的在大年初一啊，可以佩戴玉石饰品，那象征着稳固与平安。那此外呢，可以在餐桌上摆放寓意吉祥的水果，比如说苹果啊，预示着家庭和睦平安。还有呢，属猴，属猴呢适合是在哪儿呢？在正西方偏南一点的位置。这个地方呢放置金属材质的一些摆件从而呢也达到这种聚财的作用。那大年初一可以准备一些橙色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服饰有助于提升个人的魅力和自信。那属鸡的呢，要在家中的这个南方放置陶瓷摆件或者是红色的布艺装饰物象征新的一年家庭和事业运的稳步提升还有这个属狗的，那生肖属狗的可以在家中的这个西北角布置金黄色的物件或者是挂件同时呢，大年初一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是有长寿和旺财的寓意。那最后一个呢是属猪的。那生肖属猪建议在家中北方布置蓝色或者是这个褐色的装饰物比如说这个，因为它五行为水，所以它寓意是水生财大年初一在这一天呢也可以佩戴一个黑曜石的手链驱赶一些这个邪祟达到了驱邪避灾的这种作用。我觉得大家这个如果刚才听的时候没有注意的，等我们直播结束呢，一定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因为我注意到了一个，就是道长在教我们这些开运方法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不同的生肖，它的财位都是不同的，对，不一样的。那这样我想，除了这个开财运之外呢，因为前一段我们还在跟大家在交流这个犯太岁害太岁这样的一些话题。那在其实一年的新开始的时候，如果有这种生肖之间相冲的这些方法，有没有一些什么化解的办法？有，很多呢，在这个这一年呢，它有的生肖呢会有这种犯太岁相冲相害相破在这个农历的这个生肖体系里边呢，像这种它会或多或少影响这个运势的大年初一呢是调整和化解良好的这个机会。那通过简单的这个风水的布局和行为的调整，可以有效的趋吉避凶。那犯太岁的这个生肖，那比如说2025年乙巳蛇年，那它的有几个生肖一定要注意这个我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这个化解的方式。那首先呢，我们说一说生肖属虎的。生肖属虎是害太岁它可以随身携带这个护身符或者是红绳手链，以增强自身的气场。那初一呢，还要多进行这种善事的积累福报这是属虎的。另外一个呢，犯太岁的呢是属猴的。属猴的是属于刑太岁。那刑太岁建议我们在家中的西南方向摆放一些铜制的摆件，以化解冲煞。那再一个就是属猪，属猪是冲太岁，非常厉害的。大年初一呢，适合拜访这个亲友与人交往中呢，要保持谦和的这种态度，有助于化解冲煞避免一些不利的行为大年初一呢，避免与这个属相相冲的亲朋好友发生这种争执。那比如说属猪的这一天，尽量的少与这个属蛇的人多接触，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因为他们的属相是相冲的。对，属相相冲所以这个以免造成因为这个相冲而影响情绪运势。同时呢，要切忌使用尖锐或者伤人的语言避免呢种下口舌是非的这种隐患
那就其实咱们刚才讲了，既然是大年初一，一年的开始，我们要尽量的与人为善，对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口吐莲花，对，那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些，哪些生肖的人和自己是相克的、相冲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更加的注意一些了，以避免出现这样的事情。对，好，各位大家，春节好，我是三亮道人。那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分享大年初一的这种传统习俗和一些需要注意的禁忌知识，帮助您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好，那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春节的穿搭的指南吧。那穿搭呢，不仅是关乎于这个美观更是开运的重要方式。那不同的颜色和风格蕴含着不同的这个五行能量。大年初一呢，选择合适的穿着呢，可以为全年运势打下良好的基础。那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红色了，红色是最好的颜色，所以我们到春节的时候，尽量的大家都穿着红色的衣服，象征着热情与吉祥。真的，你看这2天打开电视机是吧？从这个背景到主持人穿的衣服，对，都是红红火到火的。大街上群众们穿的这种衣服，对，红色的一下子就多起来了。对，它是大年初一最经典的颜色适合所有的生肖适合所有的生肖，就是所有的生肖都比红色还都适合穿红色的对。另外呢，还有一个黄色也是很吉祥的，寓意着富贵与希望。那适合呢增强财运的生肖呢，比如说有这个牛啊、龙啊、猴啊。但是过去黄色它有一个特点，只有皇帝皇家的人才可以穿黄色，对，老百姓是不能穿不允许的。这是过去有很严格的这种建制存在。你包括就是你看这个农村的盖这个瓦房，这个瓦房自己家盖房子，房顶是不能用黄色的琉璃瓦的。是的，只有什么呢？皇宫，庙宇、道观我就想说，您看庙宇就是一个特例对，它是可以有这种颜色的。对，因为它有对这些神的各种崇拜嘛。对，所以这些老百姓是不允许用这个黄色。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平时也可以穿一些黄色的衣服增加这种喜庆。还有一个是绿色，绿色呢，它代表了什么呢？这个春天也代表了生机与和谐。它适合提升事业和健康运这个生肖，比如说虎啊、兔啊、蛇呀，也可以穿绿色的衣服。再一个呢，还有这个蓝色，蓝色象征着平静与智慧，适合需要化解小人运的这种生肖，比如说猪属鸡的属鼠的、属猪的这3个生肖也可以穿蓝色的衣服。所以说呢，这个包括我们一些喜庆的风格呀，选择这个红色系或者带有传统中国元素的这个服饰比如说旗袍、唐装可以提升整体的气场同时呢还简约大方这个单色系呢搭配的或者是现代它裁剪的这种服饰，可以给人以清爽的这个印象增强人际交往中的魅力。还有佩戴一些寓意吉祥的这个饰品比如说这个金饰、玉佩不仅点缀造型，也可以增强好运好，这个我们说完了这个吃这个穿我们用穿来增运，对吧？还有佩戴一些饰品，对来选择正确的颜色，对。还有呢，在我们正确的方位去放置一些这个吉祥物开运的物品，这些都是可以在大年初一这一天为我们开运增财的。对。那么还提到，在中国来说，吃太重要了。对吃非常重要因为有句话叫"食在中国"嘛。吃在中国，中国的美食
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也经常去国外，包括一些欧洲这个我感觉就是他们那边主要是西餐为主，那中餐呢都算是比较很高端的这种饭店食材，而且也是不便宜的。中国的这个菜啊，在国外很受欢迎。您提到了西餐，我就在想，实际上这个昨天还在看一个介绍说，就是在所有的吃的东西里面，除了我们的一些正餐主食，是吧？其实包括甚至是一些水果。其实刚才道长您也提到了，好像我们在讲，就是说，比如说摆放一些苹果呀，它代表了一个平安这样的意思。对。那在西方也有这样的寓意，这个平安夜是吧？也要拿苹果。对。那实际上中国对于这个水果也有很多一些好的寓意。有，比如说，大年初一我们要讲究吃这个橙子啊，象征着大吉大利啊；苹果寓意着平安；石榴呢，象征着多子多福。对。还有一些这个开运的这个饮品，比如说红枣做的茶，啊，我们可以用红枣泡在这水里边呢，啊，做成红枣茶呀，或者是这个把它打碎啊，做成粥啊，寓意着鸿运当头，啊。那除了有喝这个茶有吃的，我们再配点酒，比如说弄一个桂花酒，啊，桂花酒象征着富贵吉祥，适合与家人共享。总之呢，在开年的第一天，我们是要想方设法去增加正能量的元素。对，因为它是一年的开头非常重要，所以一般呢，我们就是在一年的这些好吃的呢，或者是这个钱呢，买点这个新衣服很多时候是用在这个春节时间。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分享大年初一的这种传统习俗和一些需要注意的禁忌知识帮助您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如果有问题呢，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哎呀，到了我们今天重头的环节了。既然讲大年初一一定要增加正能量，那么想着也借着今天这样的机会，也是给一直关心喜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还有这些朋友们的家人、亲朋好友，借着这样的机会，想也是今天邀请这个三亮道人为我们通过在线的这样一种方式吧，也是教大家，也是带领大家，一起来有一个在第一天给大家开一个好的兆头，有这样一个祈福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的大年初一新年的第一天，那我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开始。在这充满希望和祝福的时刻，让我们暂时放下过去一年的烦恼与辛劳，带着感恩与期盼，共同迎接这一年的无限可能在这样的喜庆的日子里，我怀着虔诚的心为在座的每一位朋友祈愿愿你们在新年里边幸福安康，财源广进，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和睦美满。现在呢，请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许愿与祈福，请闭上双眼，深吸一口气，心中默念2025年的愿望和计划，无论是渴望成功的事业、健康的身体、和谐美满的家庭，还是对自我成长的期待，这一刻，我们的心愿将汇聚成希望的光芒，引导我们迈向更好的未来。祈福的第一步，感恩过去，迎接未来。在祈福之前，让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
感恩那些逆境中陪伴我们前行的时光。无论过去一年多么辛苦和坎坷，我们都挺了过来。今天是感恩和释然的日子，也是全新的开始。让我们心中默念：感谢过去的一切，教会了我成长。我带着感恩的心，迎接充满希望的2025年。接下来，我们将为自己的愿望注入力量，请大家专注于内心最真实的渴望，用心感受新年的能量。愿望将这一刻根植于心。祈福的第二步，为健康祈福。健康是一切的基石，没有健康，我们的梦想和追求都难以实现。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让我们为自己和家人祈愿健康长寿。默念以下祈福语：愿我的身体健健康康，无病无灾；愿家人平安喜乐，健康长寿；愿所有朋友都远离疾病，拥有充沛的活力，精神焕发，健康幸福地迎接每一天。想象着一片温暖的光芒笼罩着你和家人身上，那是健康的象征。那片光芒将为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抵御病痛，带来活力与平安。祈福的第三步，为财运祈福。财富不仅仅是金钱积累，更是生活的保障与内心的安定。无论你是追求事业的成功，还是为家人的未来而努力，财运的提升都会让我们更有力量。好，让我们默念以下祈福语：愿我在2025年财运亨通，事业进步；愿我的努力被看到，成果得到回报；愿每一笔收入都为我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满足；愿我的家庭富足安稳，不缺乏，不忧虑，财富如水，源源不断地流入生活。想象金色的光芒洒向你，那是财富的象征，它将助你实现经济自由，让每一天都充满希望与安全感。祈福的第四步，为感情与家庭祈福。感情和家庭是我们生活的支柱，是心灵的归宿。无论你是单身渴望爱情，还是已婚希望家庭和睦，这一刻的祈运将为你带来圆满。让我们默念以下祈福语：愿我和家人关系融洽，
彼此互相扶持。愿爱情如春风般吹拂，带来温暖与幸福。愿我的家庭充满欢笑，远离争执与隔阂。愿我的朋友真诚长久，彼此陪伴，共享喜悦。想象一颗温暖的红心绽放在你的胸前，它将为你带来更多的爱与陪伴，让你感受亲密关系的美好。我们进行祈福的第5步，为事业与学业祈福。事业与学业的成功，不仅体现了我们的努力，更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无论你正在拼搏的路上，还是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这一刻为你的目标祈福。让我们默念以下祈福语：愿我的事业在新的一年里节节高升，愿我的努力得到认可，愿我的团队中如鱼得水，收获成功，愿学子们学业顺利，考试过关，智慧开阔，取得优异成绩，愿每一个目标都能逐步实现，每一次付出都能够结出硕果。好，让我们想象一道明亮的光束照亮你的前方，那是成功的象征，它将为你扫除障碍，点亮前行的道路。好，我们在做祈福的第6步，为自我成长与幸福祈福。新年不仅是改变外的契机，更是提升内在的力量的重要时刻。那成长与幸福对自我的这种最珍贵的馈赠，所以我们默念以下祈福语：愿我在2025年更加自信与坚强，愿我拥有更多的耐心与智慧，愿我的每一次挑战中学会成长，愿我的心灵充满阳光，笑容常驻，幸福如花绽放在每一天。跟随我想象一片五彩的光环围绕在你周围，它将为你带来更多的快乐与满足，让你心灵充盈。好，各位朋友，代表我们的粉丝朋友，感谢道长在大年初一这一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祈福，也希望道长也能在新的一年里边道法精进，帮更多的人解决更多的问题。谢谢道长。福生无量天尊。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分享大年初一的传统习俗和一些需要注意的禁忌的知识啊，帮助大家祈福，帮助您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呢，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那我在为大家祈福的同时呢，也请大家呢心中默念自己的愿望和计划，无论你期待的是更好的工作机会，更
幸福的这个家庭生活，还是更丰富的财富，或者说呢健康的身体，更强大的自我。这一刻呢，让我们将所有的美好愿望融入到新年的祈福中。那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呢，都会成为星空中的一颗光点。这些光点呢，会在新的一年里边，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好，请大家跟随我，深吸一口气，将内心的美好期许化为心中的信念，慢慢呼出，感受祈愿带来强大的力量。好，在我们的最后呢，我们再次这个为各位拜年，也祝愿各位所有的祈福都能够如期实现。愿我们的2025年充满光明、希望和幸福，祝福大家福生无量，天尊。